番外醉来含笑问谭郎，倒是花强妾貌强。凤九生了双生花100天已过，九儿已经窝在太晨宫内3个多月了，每天就是和东华一起照顾孩子，别的什么都没做过。姐妹花半夜总是会哭泣，这个哭起来，那个跟着哭，弄得东华和九儿总是要哄半天才能重新入睡。东华心疼九儿，一直窝在太晨宫内，从未出去过。2个姐妹花又在午休，正好那日程玉来看她，说是她新培育的珠玉百合用开花了，所以特地邀请天后娘娘、帝后娘娘去元吉宫中观赏。凤九虽然很是想去，却不放心孩子。东华见状，就赶紧宠溺说道：“既然三皇妃邀请，九儿就去吧，孩子为夫会照看好的。既然夫君都这样说了，那凤九就答应了吧。那好，那夫君，九儿傍晚时分就会回来，回来之后，九儿再给圆圆和洛洗澡吧。”好，去吧。跟东华说好了之后，凤九就和程昱挽着胳膊去了元吉宫赏花去了。花美，人更美，这四海八荒头等美人都在元吉宫莲池旁的凉亭处，那画面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今日难得相聚，所以程昱就特地命人准备好了凤九和白浅爱吃的糕点和一种他最新酿造的枇杷果酒。这是程昱最新研制的枇杷果酒，用了上等的枇杷和香草。帝后娘娘，我知道您要喂养2位帝姬，不宜饮酒，不过这是果酒，对身体没什么损害，程昱自己尝过了，此酒又甜又香，不会醉人。今日美景当前的，就来喝几杯，咱们一边喝酒一边赏花，多惬意呀。说着就拉着凤九坐到了白浅旁边的软凳上。凤九对喝酒这种事真的不太有信心，哪有酒不会醉的？程昱，你莫要诓我，真的一点酒味都没有。帝后娘娘，您请先尝尝。说着，程昱就给凤九斟了一杯。天后娘娘，您也来一杯。程昱知道白浅的酒量，给白浅准备的酒盅也比凤九的大些。好，那试试就试试吧，今日高兴就喝一杯吧。举杯同白浅和程昱碰过，喝了。真的没有酒味，甜甜的，还很香。怎么样？帝后娘娘，程昱没有骗您吧？说着就又给凤九倒了一杯。来，干了。白浅甚是豪爽的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的确呀，正如程昱所说，美酒当前，大家难得相聚，珠玉百合开得纤尘不染，程昱酿的果酒真的是又香又甜，让人一沾就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3个大美人闲聊着家常，诉说着各自的幸福生活，聊着九重天上的八卦，吃着桌上的糕点，就像喝甜水一样的，一杯接着一杯的斟着果酒。唉，好像很久很久没跟东华亲密过了。哎呀妈，我的凤九帝后啊，要不是念及您刚产下双生胎没多久，气血两亏的，你家东华早就把你吃干抹净好吗？从生下姐妹花到现在，他们好像一次都没有过。原来东华一直是缠着他的，最近几个月好像真的都不怎么碰他呢。他是怕一碰你就收不住了，伤了你的身体而已。小狐狸抖了抖自己的小脑袋，晕乎乎的，像是踩在棉花上。头好疼，好难受啊，心里好像憋了很多话想说，眼前闪过无数画面。凤九只觉得整个人越发轻飘飘的，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回了太晨宫。灵儿见自家帝后回来了，又看着凤九有些不稳的姿势，就赶紧上前扶住了她。三皇妃也是，明知道帝后娘娘不善饮酒，还灌了她这许多，帝君知道了，三殿下又要倒霉了。有些跌撞的走在太晨宫内，扶着帝后娘娘去寝殿。哎呀，灵儿，我没事，不就是点果子酒吗？不用扶我的。帝后娘娘，您慢点。帝君呢？去哪了？回帝后，帝君在花园内跟2位帝姬玩耍呢。哦，那我自己去找他，你下去吧。帝后娘娘，您醉了，奴婢还是扶着您吧。哎呀，我可以，我真的可以，你看我走路都是直的呢。说着，凤九就挣脱开灵儿的手，尽力地保持平衡。灵儿赶紧扶着凤九，娘娘您慢点。就这样，一个扶一个拒绝地走到了凤九和东华的寝殿。九儿的声音传来，哎呀，灵儿，我都说了，不用照顾我的，我没醉。哎，把凤九放到床上之后，灵儿就赶紧去找此时正在花园里哄孩子玩的帝君去了，还命另一个宫娥唤作小妃的宫娥看好帝后。小妃，你也下去吧，不用你了。说着，凤九就端坐在梳妆台前，
手撑着桌面，对着镌刻着凤尾花的檀木铜镜，上下左右来回的端详审视自己。老了吗？丑了吗？他为什么就不愿意同自己亲密了呢？难道真的外面有人了？不会的，不会的。凤九使劲地甩了甩头，东华不会这样对他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有些颓唐地坐到了桌前的软凳上，对着铜镜发起呆来。必是她怀孕生子之后变丑了，身形不似从前那般窈窕，自己又不太在乎这些。嫁给东华以后，被他宠得更是幸福，愈发的慵懒了。东华每日对着这样的他，还不厌倦吗？她是昔日的天地共主，自然会有很多女人往上扑的，不可以这样。他忽生一股力量，蹭地站了起来，步履不稳地晃到了衣柜前，想找那件东华最爱的大红色纱衫。他拿了衣衫晃到床边，开始脱起身上穿着的碧色齐腰襦裙。他要穿的美一些才行。正在花园内哄孩子玩的东华听了灵儿的报告，得知酒醉酒，又急又心疼。这才生产过的身子怎么如此不爱惜？把姐妹花交给灵儿和奶娘照顾，一个闪身进了寝殿。九儿，唤着凤九，他就被眼前情景定住了。凤九才解了腰带，好像听到东华在叫他，回过头来也顾不得一惊大场，就笑得一脸春风，向东华摇摇晃晃地奔了过去。东华赶忙快步上前搂住他，怎么喝酒了？镇定，镇定，无是自己看到的。他是喝醉了，他才生产完，身子还虚呢，千万别想些没用的。他心底不断警告自己，用尽自制，忽略他方才看到的美景，努力将注意力放在他醉酒这件事情上。可是凤九显然同他想的不一样，他双臂环紧他腰，抬脸对视他双眸。东华，你还爱我吗？他宠溺一笑，温柔地抬手抚摸他的额间花，哄道：九儿，你醉了。凤九小嘴一撅，我就知道你不爱我了。渲然欲泣，娇弱的模样煞是可怜。东华笑意更深，无奈却宠溺，我不爱你爱谁？说你喝醉了还不听，问的尽是些傻问题。凤九眉开眼笑，哈哈，我就知道夫君对我最好了。说着，小狐狸将酡红的小脸腻到他怀里，像他当年吃了失魂果一样的在他胸前蹭啊蹭的。东华被他撩拨得有些气息不稳，稍稍推开他，九儿乖，我们去喝点水。凤九抬脸看他，语气很是委屈不满，你推我。东华抱紧他，随即将他抱起来，这样呢？凤九又笑得娇憨，这样好，呵呵。接着腻在他怀里，双臂改去勾住他颈项。东华其实是很喜欢看他薄醉的，别有一番风情，但是此时却有些折磨。九儿如此诱人，他却要顾及他的身子，不能与九儿欢好，着实是磨人的很。抱了他，轻轻放到桌前软凳上，才要拿茶水他喝，衣袖却被他拽住。东华，九儿生是不好看了。他仰着的小脸，粉面桃腮，眉眼含情，鼻腻额脂，双唇娇嫩，额间那花更是明媚娇艳，美得不可方物。他的九儿什么时候都是四海八荒万万第一角色，他居然还在问他好不好看？还有比他更好看的吗？九儿莫要胡思乱想，哪还有比你更好看的？不依地用小拳头捶着东华，你骗人！没有，为夫说的都是实话。他顺手从桌上的镜瓶内扯出来一朵桃花，衬在自己腮旁，谁好看？东华不禁失笑，摸摸他娇美的脸蛋，你好看。凤九将桃花放了回去，摇晃着站起身，揪住东华的紫色衣领，我就知道你在骗人，我怎么会比他还好看？东华从善如流，不跟醉酒的人讲理，那就花好看。九儿杏眼圆瞪，你说他比我好看？又要哭了，我就知道我不好看了。唉，不是去赏花吗？怎么喝了这么久啊？程昱啊，你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连宋是不是想下凡历劫了呀？凤九身形不稳，好似真的受了多大的刺激。东华赶忙抱紧他香软的身体，温声哄道，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最好看的。凤九抬头看他，真的。东华温柔以对，真的。凤九揪住他衣领，踮起脚靠近他的唇，那我要你吻我。东华僵住，很是挣扎，忍了这么久的欲望，一旦触到他的唇，那根本没有停下来的可能。
他会很疯狂，那势必会伤到他还虚弱的身子，他不愿意。就在他犹豫的这几秒，凤九已忍耐够了。他不要东华拒绝他，猛地贴上他的唇，将自己的舌递到他嘴里去，同他纠缠。东华哪受得了这个，一把拽过他，低头贴住他唇，一尝到他唇齿间的香气，心底就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在叫嚣。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直到两人都气喘吁吁，才不舍得分开彼此的唇些许。小狐狸伸出丁香小舌，舔一舔唇瓣，双眼迷蒙魅惑，不满道：“还要？”心里一直绷着的那根弦断了。面对这样的酒，他无法控制，他比他想要10倍、100倍。靠着残存的一丝理智，他问最后一遍：“你的身体没关系吗？”凤九忽闪了一下自己的大眼睛，好像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又好像懂了，摇摇头，笑得一脸甜蜜：“我身体好得很。”东华倏地低头吻住他，这次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到两人分开时，已站不住了。他攀住无痕的肩膀，在他耳畔低语：“我们到床上去。”醉了的酒原来这么热情，比他师妹数还要令人心醉。这么想来，他倒真不知到底是该责罚程昱还是感谢程昱了。两人才沾到床沿，九儿就开始不耐地拉扯他的罩衫。九儿难得这么奔放，索性由着他，看他能做到什么地步。不错，还没完全醉，还知道用法术脱光衣服。他的小狐狸喝醉了之后真是勇猛啊！东华本来想笑，没来得及就被他扑倒了。接着碰到他软绵绵香喷喷的身子，久违了的感觉排山倒海而来。他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将这一餐秀色尝个尽兴。东华到那拥雪成风、罗香坐露之处，轻轻咬了一口。干嘛咬我？凤九一时不甘示弱，有样学样，寻到了他的，也去那咬一口。这还不算，还以唇舌在那撕磨舔咬。哇！一阵哭声响亮的传来，姐妹花似乎有些不高兴，自己的父君娘亲都不在自己的身旁。接着灵儿恭敬的声音响起：“请帝君帝后恕罪。”两位帝姬哭闹不止，奴婢实在是哄不住，请帝君和帝后看看吧。东华见状，暗暗磨牙，都想骂人了，认命的爬起来：“九儿歇着吧，我去就行了。”说着，九儿给盖好了被子，整理好了衣衫，出了寝殿，让灵儿把2个孩子放在摇篮里，嗷嗷的哄着。才想到他们是不是要喝奶，这对姐妹花又睡着了。摸了摸女儿们可爱的小脸，满心欢喜地爬回床上。令东华郁闷的是，小狐狸睡着了。东华宠妻小段子。东华和凤九成亲的第1年，2个人自然是过着羡煞旁人、神仙眷侣的生活。而东华呢，自从与凤九成亲之后，除了每天例行公事去参加朝会以外，就只顾着与酒缠绵缱绻，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宠狐狸、哄狐狸、逗狐狸，柔情似水，佳期如梦。这一天又是1年1度的天君的寿诞，这天君历来喜欢讲究排场，每年过寿辰都喜欢广发喜帖，大肆恩赏四海八荒，摆些流水席来犒劳他的臣下。而身为昔日的天地共主和东华帝后，自然是受到了请帖。对于这样无聊的宴会，东华历来是懒得参加的。虽然凤九也不喜欢参加这等无聊的宴会，听着四海八荒的神仙说着那些违心的奉承话，简直无趣的紧。可是凤九觉得这是自己嫁入9重天的第1年，自家的姑姑又是天君的孙媳妇，自己身为青丘女君和东华帝后，应该给天君几分薄面前去参加这寿宴才是。所以凤九就准备好了一份贺礼，要和东华一起去。至于东华嘛，只要凤九想去，随便冲他撒个娇。作为四海八荒宠妻第1人，东华到底是去呢，是去呢，还是去呢？这答案就不用我来说了吧。所以呢，这东华帝君万年难得一见的携着帝后一起参加这寿宴，天君更是受宠若惊，甚是有礼的请帝君和帝后赶紧上座。不过这宴席可真是无聊的紧，先是象征性的恭贺一番，然后命礼仪官宣布一下这天君如何恩赏四海八荒的，然后就是一挥手，令人开始礼乐丝竹。仙娥们也是鱼贯而入，恭恭敬敬地摆上了各色糕点瓜果，珍馐美味，美酒佳酿在列席的仙者面前。9重天凌霄殿内，凤九看着这万年不变的天女散花的宫廷舞蹈，一手撑着头，昏昏欲睡地向着东华抱怨道：“哎，真是无聊死了，这舞跳的还不如我跳的呢，
这糕点也比不上我做的，还有这果酒酿的还不如我酿的好喝呢，就更别提折颜的桃花醉了。哎，我终于知道夫君你为什么不喜欢参加这些宴会了，可真是无聊死了。其实东华也觉得无聊得很，不过既然九儿想来，那他就勉为其难地忍着吧。这时听到凤九的抱怨，微微挑了挑眉，宠溺一笑，颇有几分无奈地对着凤九说道：“九儿，这宴席不是你非要来的吗？怎么现在倒是嫌无聊了？”哎呀，那我哪知道会这么无趣啊，我还以为啊，这天君的寿辰要比平日里那些宴会有意思呢，结果还是这么的无趣。哎，我好困啊！凤九闭着眼睛，百无聊赖靠在东华的肩上的跟东华抱怨撒娇着，随即又用他的纤纤玉手揪了2个葡萄，一个放进了自己的嘴里，一个喂给了东华。哦，那既然九儿困了，那我们就回去歇着吧。东华一面享受着凤九的未来的葡萄，一面低沉温柔地建议着：“啊，不太好吧？这毕竟是天君的寿宴，半中间就走掉也太不合规矩了吧？还是忍着吧，想必这宴席一会就能结束。”凤九听到东华的话，略微清醒了些，睁开眼睛，甚是善解人意地回着。说完之后，就又往东华的怀里蹭了蹭，想寻个舒服的姿势，一直忍到宴会结束。东华倒是对九儿这懂规矩、讲礼数的大局观很是满意。自成婚以来，九儿也甚是妥帖地守着天宫里的规矩，从未逾矩过，生怕丢了青丘和本帝君的颜面。可是九儿啊，这天下的律法都是本帝君定的，本帝君想讲规矩的时候就讲，不想讲的时候就不讲，你想怎样就怎样，潇洒恣意，任意而为。本帝君不想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不就是个寿宴吗？想走就走，本帝君抱你走。东华这么想着，就真的温柔地抱起了凤九，准备离开这寿宴。凤九被东华这突出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赶紧小声地劝着他：“哎呀，快放我下来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干嘛呀？别动，九儿，你不是累了吗？本帝君抱你回去歇着。”东华不为所动，仍然当着众人的面将小狐狸抱走了。凤九更是羞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任由东华抱着离开。在场的众人看到这一幕，着实是吃惊得很。知道帝君宠爱帝后，没想到竟然这么宠爱，居然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抱着帝后离开了天君的寿宴。唉，也只有这位昔日的天帝共主敢这么做了。于是他们只能恭恭敬敬地行礼目送着帝君和帝后离开，然后接着该干嘛该干嘛。而在场的那些女仙们也是星星眼的羡慕的紧，都在感慨：哎，我多会能找到一个像帝君这样宠着我的好夫婿呢？就是找不到，哪怕能比得上帝君的一半，我也就知足了。坐在正殿宝座上的天君更是尴尬得很。哎，谁叫人家是天族的太上皇呢？咱还得仰仗人家呢。而坐在连宋旁边的程昱则是跟连宋感慨：哎，我发现咱们这凤九帝后自从跟帝君成了亲，这出门是不带腿的，动不动就让帝君给抱回去。连宋则是一脸戏谑地逗着程昱：你喜欢这样啊？你要是喜欢，一会宴会结束了，我也把你抱回你那红莲阁去，好不好？你个浪荡公子，离我远点，我才不要你抱呢。程昱一面瞪着连宋，一面吃了一个坚果，不理他，接着找别的男仙敬酒去了。白浅也觉得这宴会甚是无聊，所以呢，眼神就有意无意地瞟着四周。他看到自家侄女和东华那柔情蜜意的喂食，又听到自家侄女说无聊想要离开，东华就真的这么堂而皇之的把自家侄女抱走了去休息。白浅不由得在心中感慨：哎，小九啊，这帝君可真是把你宠得无法无天的，姑姑也好无聊啊，姑姑也想走，可是不行啊，你姑父是天族的太子殿下，天君是他的爷爷，今日是他的寿辰，姑姑现在是太子妃，实在是身不由己。小九啊，姑姑真的好羡慕你啊。这么想着，白浅就冲着夜华瞪了一眼，表示着他的不满。夜华呢，也是个沉稳老成的人，自然知道他的娇妻为什么会突然瞪他，他只能想想办法，看看宴会结束之后怎么才能哄得浅浅高兴。夜华君，我告诉你，这就是官一代和官三代的差距。而这时候的凤九正在太晨宫的寝殿里搂着他的亲亲夫君睡得香甜，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四海八荒所有女仙羡慕的焦点。东华护妻小段子，既户内又不讲道理，版本一。今日又是四海八荒100年一次的大朝会，这也是白凤九自继任青丘女君之后的第一个大朝会。凤九当然知道这次朝会的重要性，四海八荒在天族统治之下的各部族都要悉数到场。青丘呢，
自然也需要派人来参加。白浅在做青丘女君的时候，因为要养护墨渊的仙身，从不离开青丘之地，所以呢，每次的大朝会都是白珍或者白衣去参加的。如今凤九刚刚继了女君之位没多久，自家姑姑又嫁去了九重天，成了天族的太子妃，为了顾及天族和青丘，不去参加自然是不合适的。故而凤九就特意起了个大早，开始精心打扮，不似平时在狐狸洞中那么随意。她还是换上了她继任青丘女君之时的那身拖地红裙，妆容亦是成熟大气，端庄典雅，一如她当年继任青丘女君之时的雍容华贵，仙姿绰约。凌霄宝殿依旧是那样的庄严雄伟，仙气凛然。此时天君已经在主位之上坐定，天君的3个儿子太子夜华、四海水君、各分支部族首领等众神早已分立两侧，而青丘女君白凤九亦是翩然风姿，规规矩矩地站在属于她女君的位置之上。大家好像都在等着什么人出现。不一会，大家等的那个神仙就从远处那踱步而来。今日的他再也不是身着他平日里穿的紫色长服，而是一袭纯白锦袍朝服，身姿挺拔，浩浩银发用高高的金冠束起，微微闪着光泽。虽面如冠玉，惊为天人，却透着疏离，即便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也生出一股清冷卓然，多看一眼都是亵渎，只能卑微地仰视，如同仰视那轮明月般。他的黑眸深邃得如一潭古泉，望着那双眼，便周身无力，迈不出步子，自上而下都显露出一种超然物外、居高临下的气质。可他那腰间一抹红色狐尾幻化的挂饰，却是怎么看怎么显眼，上面还挂了只白玉雕成的小狐狸。凤九看到他心心念念的东华帝君就这样卓然风姿出现在了大殿之上，又看到他腰间挂着他当年为了刻字而割掉的狐狸尾巴，凤九的心当下漏了一拍，咚咚咚跳的都快到嗓子眼了。可是他还是要尽量保持镇定，不能失了青丘颜面。所有人都恭恭敬敬地给帝君行了礼，而凤九呢，亦是故作平静地深深地扶着身子，和众仙一起规规矩矩地给东华行着礼，见过帝君。而这边的东华帝君呢，则是气定神闲地走到大殿之上，环顾着四周，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九儿的身上，平静的目光中似乎流过那掐出水的温柔。他看到了九儿已在神仙的队伍里，美得令人说不出话来，正在规规矩矩地给他行着礼，他的心就有些刺痛。九儿，许久未见，你可安好？你瘦了，一定是为了我吧？傻九儿，不必太过惦念我，我很好，你放心，我已经找到3生石的破解之法，你安心做你的女君便是。你且等等，过不了多久，本帝君就亲自去青丘提亲，迎娶你，尊你为我东华子府少阳君的帝后，让这四海八荒神仙都知道你是本帝君心尖上的人儿。这大礼日后你也不用再行。东华一面想着，一面就坐到属于他的位置上，积聚而坐，挥了挥手，示意可以开始了。主要人物终于全数到齐，可以开始正式的朝会了。这100年一次的大朝会还是一如既往的无聊，还是说一些乱七八糟，在东华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什么那又有叛乱了，哪个望族和望族联姻了，一众神仙对天君歌功颂德，拍着马屁盛赞他的政绩卓然什么的，东华觉得甚是无聊，都听得昏昏欲睡了。可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东华的精神振奋了起来。这是什么事呢？还不是夜华和白浅大婚之后，白浅成了天族名正言顺的太子妃。虽然阿离的名字是白浅化身凡人素素的时候给取得，但是天君觉得小天孙阿离应该有个大名，将来也好继承夜华的太子之位，所以就与夜华商议着要给阿离定个大名，选个日子昭告四海八荒。夜华思虑了好几天，决定让阿离跟着他家浅浅的姓，姓白，唤作白晨，取晨者言万物之甚也之意。可是夜华此想法一呈报天君，就遭到了天君和分支部族的首领反对。他们认为小天孙是天族未来的储君，怎么能跟太子妃娘家的姓呢？这不合礼法呀。那些分支部族的首领本来就不服天君的统治，又因为当年处置了素锦一事颇有微词。各位叔伯，你们确定处置了素锦的人真的是天君和夜华吗？你们怎么不去找帝君老人家的麻烦啊？各位叔伯都在那2个食指对着戳，心里委屈地想着，臣等不敢啊。故而今日朝会各位分支部族的首领就商量好了，配合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起提出来，让太子殿下收回成命，重新为阿离赐名。
说完了四海八荒的太平大事，这些分支不足的首领们开始依计行事了。一个首领站出来，恭恭敬敬地对着天君说道：“天君，臣有一事要奏。”哦，首领有何事要奏？天君疑惑地问着。前些日子，太子殿下将小天孙的正名定作白臣，白姓是太子妃娘娘的族姓，此前天族子嗣之名并未有过跟随母姓的先例，臣以为这不合礼法。故而臣提议，小天孙的名字应该由天君或者太子殿下直接赐名才是，而不应该跟随太子妃娘娘之姓，望天君恩准。这话说得倒也合情合理，中规中矩，又绵里藏针。这首领果然是个老狐狸。今日是仙界难得的100年一次的大朝会，这是本君家事，就不劳烦首领挂心了。天君还未回应，夜华就已愤愤不平，抢先一步，微带着怒气，沉着板正地反驳着：“哎，这怎么能是太子殿下的家事呢？太子殿下当年降生之时就是天君赐名的，小天孙是未来的储君，名字关系到天族的未来，关系到这四海八荒的未来，是万万马虎不得的。”另一个分支不足的首领也在添油加醋着：“本君的太子妃是这四海八荒尊称的姑姑，是难得一见的女上神，身份尊贵，本君以为阿离随着太子妃姓白也是无可厚非的。”夜华依旧据理力争：“哎，臣以为所谓出嫁从夫，不论白浅上神之前在青丘的时候身份是多么的尊贵，如今既然已经嫁入九重天，成了天族的太子妃，就应该按照天族的规矩和礼仪才是。臣还请太子殿下以四海八荒为重，切不可过度宠幸外戚而失了储君气度啊。”这东海水君也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的，反正当他听到是在针对白浅的时候，他就再也按耐不住他跃跃欲试的心情。哼，当年我妹妹在天宫，要不是因为你，恐怕我妹妹早就是洗梧宫中的侧妃了。东海水君，你是不是和知月一样有一想症啊？也不至于被太子殿下赶回西海。你这白浅还真是人如其名，度量如此浅，还青丘女君呢，还上神呢，连个侧妃都容不下，如何做得天族的太子妃，又如何做未来的天妃呢？所以啊，这东海水君与那些首领们很是默契的一个鼻孔出气。凤九听到这些分支不足的首领和东海水君这话里话外，好像是看不起他们青丘一族似的。凤九一向是个不愿意计较的神仙，可是对于青丘和他的最亲、最敬重的姑姑，一直都是拼死维护的。在他看来，青丘这2个字永远在他白凤九之前，所以当初去太晨宫中报恩的时候，亦很是维护青丘颜面。今日凤九听到他们如此议论青丘，议论姑姑，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些食古不化的顽固们，不就是让阿离姓白吗？不过就是个名字罢了，用得着扯什么四海八荒，扯什么未来大义的吗？不行，看来我不能什么都不做，我要帮姑姑和姑父说服天族这些老顽固才是。这么想着，凤九就恭敬有礼地上前，对着东海水君端庄持重地说道：“东华水君啊，本君认为这小天孙不管是姓白也好，还是让天君或是太子殿下赐名也罢，不都是太子殿下和姑姑的孩子吗？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左右不过是个姓氏罢了，又何必计较那么多呢？女君尚且年轻，又待字闺中，自然是不明白子嗣对一个家族的重要性。小天孙是太子殿下唯一的血脉，是未来的天族储君，取名是大事中的大事，怎么能不计较呢？这东海水君也是个250，你一定没有读过《天宫八卦全书》吧？你不知道这女君和那位不讲理的东华帝君的事吗？”凤九听到这东海水君这么说，就更加生气了，冷笑了一声：“哼，当年我姑姑化身凡人素素的时候，历经情劫，独自宿在一览芳华之中，在天宫受尽了委屈和冤枉，还被诬陷挖掉了一双眼睛，命悬一线，怀胎3年，一朝分娩，她忍受了生子之痛，其中的苦楚又与何人说呢？如今姑姑是天族名正言顺的太子妃，是小天孙的亲娘，本君倒是想问问小天孙，怎么就不能姓白了？你们天族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凤九越说越激动，根本就不管这样说是否会得罪在场的一众天族神官们。放肆！白凤九，你一个女人不应该插手此事，还不退下！天君很是不满意这白凤九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大声呵斥着他，甚有威严地命令着他：“天君啊，你老人家是不是老糊涂了？你是不是忘了当年沈素锦时东华帝君的护内不讲道理了？天君，青丘女君白凤九甚是无礼，还请天君降罪。”
一个分支不足的首领继续不怕死地拱着某人的火。东华听到小狐狸被天君呵斥，就再也坐不住了，赶吼：“我的小狐狸，你知不知道本帝君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跟他说，说两句重话就让本帝君心碎的要死，你居然还敢呵斥他？我看你是忘了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了是吧？还敢说她是女人不该插手此事，让她退下。你知不知道，连本帝君都不敢小瞧她半分，反而对她的坚强勇敢、纯洁善良倾慕不已。她可是未来的青丘五荒五帝的继承人，虽然年轻略显稚嫩，可是不知道比你这老糊涂强多少倍。还有这东海水军和这些部族首领们，是不是本帝君太久没有主事，泄了这一身戾气，你们就忘了本帝君天地共主时是怎么样的一种风格，竟敢对我的小狐狸如此傲慢？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小狐狸，到后面乖乖地站着，我来护着你，不就是让阿离跟你姓吗？有何不可？九儿，你跟这些白痴有什么可争辩的？别气了哈，本帝君这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既护内又不讲道理。确实放肆。东华戏谑地扫了凤九一眼，语气略带着怒气，眼神冷冷地扫过众神，还直接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在场的人还以为这东华帝君生气了呢，这青丘女君也真是不识好歹，得罪了天君不说，还得罪了东华帝君。帝君一贯喜欢清静，这女君在大殿之上吵吵嚷嚷，想必帝君是烦了吧？各位仙友，你们是不是脑袋里进了江湖啊？你们知不知道帝君他现在最希望就是听到他家九儿这般软糯糯娇滴滴的嗓音，大吵大闹的不是白凤九，而是你们惹的东华帝君。哎，怕是这青丘女君要被罚了吧？在场的人赶紧跪倒在地安抚着帝君。帝君息怒。虽然在场的人都被东华这气势吓到了，可是凤九却没有。他突然想起当年沈素锦之时，东华也说过同样的话，他知道东华又要开始护着他了。那时他稚嫩得很，不知道东华是个运筹帷幄、做事滴水不漏的性子。如今他继任女君多年，早已变得成熟懂事多了，所以他明白此时的东华一定是要帮太子殿下促成此事了，所以他就乖乖地退下，不再说话，等着东华来处理此事。关于为小天孙定正名一事，众说纷纭，大家说的似乎都有些道理。本帝君有句话虽然可能会得罪天君，但是还是觉得不得不说。天君和经历素锦一案的首领们一听，心里开始打鼓，妈呀，这话怎么听得这么似曾相识啊？好像当年审素锦之时，帝君老人家也这样说过呀。帝君一向不爱管闲事，尤其是这鸡毛蒜皮的小事，怎么今天反而管上了？难道真的是因为刚刚天君呵斥了青丘女君才出来维护的吗？帝君请说。天君虽然心里也在嘀咕，可是表面上还是得给帝君几分薄面的。这件事情关系到天族和青丘，小天孙亦是天族未来的储君，所以本帝君以为这件事不论是天君还是太子殿下，亦或是青丘女君都不该出面。帝君的意思是，天君虽然内心已经明白了帝君的意思，可是他还是顾着自己的颜面，表面上询问了一下。天下人都知道本帝君是曾经的天地共主，又和任何部族没有亲近的关系，后宫空置，远离红尘，所以本帝君以为这件事应该交由我来处理，才能堵住悠悠众口。东华此言一出，在场的人反应都不同，司命想着，帝君，您老人家这不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吗？后宫空置，妈呀，你的后宫不是站在您后面吗？还远离红尘，那是谁爷爷留宿都不够的。小殿下请放心吧，帝君已经找到了破解三生石的法子，帝君老人家的后宫不会再空了。这连宋呢，则是一脸戏谑，一副浪荡公子的模样，瞧着这出好戏，哈哈哈！帝君您老人家的良心不会痛吗？哎呀，你们呐，一群白痴！难道你们不知道这青丘女君与帝君的关系吗？还敢这样凶女君？哎，帝君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这青丘的女婿不好当，看吧，还得帮你女人解决阿离姓氏的问题。既如此，那本君就不再插言，全权交由帝君处理。官大一级压死人啊！谁叫这天下是人家让出来的呢？天君也无力反驳呀。本帝君以为，当年墨渊上神沉睡之后，白浅上神凭着一己之力，在东皇中异动之时，独自封印了擎苍，换来了这四海八荒300年的太平，心怀天下苍生，气概不输男儿。而青丘胡地白只是本帝君昔日同窗，英雄了得。青丘九尾狐一族一门七上神，
而青丘的小殿下亦是小小年纪就继任了青丘东荒女君之位，可见这青丘的水土养人呐。所以本帝君以为，若是小天孙姓白，受了青丘白家的福泽庇佑，早日飞升个上仙上神什么的，反而能承袭天族大业，做个有志明君。东华帝君开启了背书模式，一本正经地强调着青丘身份的尊贵。听到这话的众人，了解东华帝君的人自然是识相的很，知道今天帝君是摆明了要袒护青丘，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可是总有那么一两个不识相的，比如这位没见过东华当年沈素锦的部族首领，帝君，这不合礼法呀。东华帝君眼下一个凌厉的眼神甩过来，怎么，本帝君说的话，头领是没听见吗？本帝君说合理就合理，本帝君就是法，岂容你们智慧？这下大殿里的众人一个个都被吓得不轻，赶紧恭恭敬敬地低着头，齐声行礼道：帝君息怒。只有凤九非但没有一丝的害怕，反而是满脸的笑意，用着略微撒娇的语气，在心里想着：哼，帝君，你吓唬人。既如此，那就请天君和太子殿下择日昭告四海八荒，定下小天孙正名一事。东华霸气地吩咐着天宫这两个位高权重之人。是。在场的众人再次行礼。下了朝会，众仙们都三五成群，松松散散的，一边下着凌霄宝殿外的台阶，一边讨论着刚才帝君老人家的那出霸气威严。而凤九呢，也很是懂事的，尽量不去打扰他。前些日子司命偷偷已经告诉他，帝君老人家的法力已经恢复，甚至比之前修为更甚，让他不必挂心。凤九自然也就放心了。今日凤九来天宫前，提前准备好了姑姑和阿离最喜欢吃的杏仁酥，想要让姑父给他们带回去。所以朝会结束之后，他就在凌霄宝殿之外叫住了夜华姑父。夜华听到有人唤他，又叫他姑父，这四海八荒只有一个人这样叫他，那就是他家浅浅的侄女青丘女君白凤九，小九。夜华也和凤九打着招呼。凤九见过姑父。凤九微微扶了扶身子，向夜华行了个礼。不必多礼。夜华板正地回着。姑父，今日凤九离开青丘的时候，特意给姑姑和阿离，不，现在应该叫白晨小殿下了，特意给姑姑和白晨小殿下带了他们喜欢吃的桃花酥，请姑父顺便带回洗梧宫去吧，姑父也可尝尝凤九的手艺。凤九甚是甜美明媚地跟夜华说着，又画出了一个食盒，交给了夜华。听你姑姑说，你的厨艺是四海八荒万万年第一绝，今日我倒是有口福，可以尝尝你的手艺了。夜华也很是客气地夸赞着凤九，同时接过了食盒。呵呵，姑父谬赞了。凤九被夜华这么一夸，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娇俏的脸上笑意更甚。这要巧啊，女君多年未见，女君可一切安好？哦，原来是浪荡公子连宋啊，他拿着扇子走了过来，和凤九寒暄着。夜华看到是自己的三叔走过来了，赶紧规矩的行礼，三叔。而凤九呢，也很是懂礼，三殿下，凤九一切安好，劳三殿下费心了。哎，我说女君啊，我看你这糕点甚是可口诱人，不知道本殿下有没有口福尝尝呢？这连宋也是逗着凤九玩。当然可以了，若是三殿下喜欢，凤九就常做，命人送去到三殿下的元吉宫去。有人欣赏他的手艺，凤九自然是乐意分享自己的成果了。既如此，那就有劳女君了。连宋还甚是规矩的给凤九行了个礼。这些年，他知道东华帝君，他的忘年之交，他的挚友，正在穷经皓首，寻找着三生石的破解之法。他一知道，他这一生最为敬重之人就要逆天改命了。他知道，眼前这位小女君过不了多久，就是这九重天上的帝后了。好姑娘，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这么好的帝后，连宋自然是要向她行个礼的。可是连宋这真诚的行礼，却让一个人打断了。凤九女君，你别理他。哎，浪荡公子，你怎么不让碧霞仙子，又或者是牡丹仙子给你做呀？凭什么让人家女君受累？凤九啊，你别给他做。原来是妙人程昱，他们呢，每次见面都是这样，针尖对麦芒的。程昱瞪了连宋一眼，又对着凤九欣喜地说着：我说，凤九啊，你难得来趟九重天，走，去我的红莲阁坐坐吧，我刚刚酿好了些芙蓉醉，咱们正好一起尝尝。这些年，东华怕凤九一个人独自在青丘伤神，
除了司命时不时的去汇报帝君老人家的近况之外，东华还时常派着妙人去青丘陪酒。所以这么些年来，虽然凤九很少上九重天，跟程昱岛是经常见面。嗨嗨！突然，一声低沉而又磁性的咳嗽传来，打断了大家其乐融融聊天的场面。这人是谁呢？当然是凤九心心念念的东华帝君了，后面还跟着甚是忠心的司命星君。朝会结束之后，他一向是一板一眼，慢悠悠地走在最后，走着走着，就看见夜华、连宋和程昱围着凤九，好像在说什么糕点的问题。他的九儿一向是懂事的，他明白我的苦衷，所以这些年他尽量不来打扰我，与我保持距离。九儿，你放心，用不了多久，咱们就再也不用这样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艰难度日了。我与你终归是要在一处的。既然今日在这凌霄殿外碰上了，就和九儿打个招呼吧，省得到了晚上又想他想得难以入睡。此情无计可消除，踩下眉头，却上心头。大家听到声音，又看到是东华帝君站在他们身后，赶紧按照规矩齐声向他行礼，见过东华帝君。各位不必多礼。东华平静地回着。行了礼之后，夜华又十分恭敬地向东华又行了个礼，多谢帝君在朝会之上相助夜华为阿离定名一事。太子殿下不必客气。东华虽然是对着夜华说，可是目光却一直集中在凤九的身上。东华不由得上前走了2步，站在了凤九的对面，冲着他有些戏谑的微微一笑，说道：不知道方才本帝君为小天孙证明一事的处理，女君是否满意？啊？哦，满意，满意，当然满意了。帝君处事果决，凤九佩服。他日帝君若是有需要凤九的地方，凤九自然义不容辞。凤九听到东华突然问他，又看到东华露出他那勾人的笑，一下子失了神。可是这毕竟是凌霄殿外，况且还有这么多人在呢，凤九当然要尽量保持风度，不能失了青丘女君的气度。哦，那这笔新账女君打算如何我算？也算在救命之恩的账上吗？东华又上前了一步，靠得凤九更近了，更是戏谑地逗着凤九。那帝君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吗？凤九看到东华靠近了自己，更是有些紧张的说不出话来了。他的心愿就是娶你呀，九九。有，东华坚定地回答着。帝君请说。凤九甚是天真地回着东华。本帝君看着女君这桃花酥不错，不知道能不能再为本帝君做一份呢？东华继续锲而不舍地逗着狐狸。好啊，这有何难？那凤九做好了之后，就命人给帝君送去太晨宫。嗨，凤九当什么事呢？原来就是个桃花酥啊，这再简单不过了。你要是喜欢，我就天天做给你吃。哎，怕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吧，小九九，你就放心吧。日后你要是做给别人吃，他还不满意呢，你就等着吧，有个巨大的惊喜正在你的前方。如此甚好，日后见了本帝君，女君就不必行礼了。说着，东华温柔地和凤九说着，一面昂首阔步，云淡风轻地悠悠离开了。剩下的人看到帝君这副不太正经的模样，一个个都在风中凌乱。妈呀，这帝君是不是在和女君娥打情骂俏啊？哎呀，原来帝君还有这样一面啊！大新闻，真是大新闻。连宋一面憋着笑，一面想着，哎呀，看来这四海八荒又有要件重要的大喜事了呢。